大家好，我是 FCGRZ。那就在今天10月22号，这个 MD 官方公布了一个进卡表。与其说是进卡表，倒不是说是全部都解限制的吧。这个进卡表，就像你们看到一样，没有太多的东西，好不好？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讲。OK， 好，首先是解2的部分，解2是烙印开幕，烙印开幕1到2。那这个对烙印来说是还不错啦，就还不错的加强。然后加上其实前几波都有对烙印进行一些放宽，就除了那个唐僧被 ban 掉以外，但是我觉得对烙印高手来说，唐僧被 ban 掉应该也不是大问题。所以因为很多其实都不放唐僧的，所以就还好吧，我觉得。就对烙印来说反而蛮多加强，像上一次好像是黄金柜吧，黄金柜开了，所以这次开幕再开也不错啦。但我觉得整体来说不会改变烙印在这个环境上的地位，就它起来跟不起来，跟1张开幕和2张开幕应该关系不大，就是开幕就是上手率的问题而已。而且现在烙印都组到60，所以1个2个我觉得区别应该不是很大。好，然后再来是其他开3的部分哦。开3的话，首先魔性，然后融合命运跟假面二段变身，还有 M 叉，这些我觉得影响应该都不是很大。就融合命运这个卡片，如果2张没有人要放的话，我猜3张应该也没有人要放。加上 MD 现在补时是活着的关系，所以代表说就算有3张，大家也不太愿意带。那还蛮明显，就那个融合命运最强的还是那个啦，就是神圣人抽2啦。那个东西现在还是静止的状态的话，就问题不是很大吧？我自己觉得，就主要融合命运体系的卡组应该跟不太上现在环境。那当然英雄本家可以放啊，就还不错。然后魔性，包括魔性人也是，所以应该还可以啦。但整体来说不影响环境。那2段变身放的卡组也是比较少，所以应该也不影响环境。然后 M 叉的话，1个、2个、3个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区别吧。就1个到3个应该也还好。1个其实有一些人是在用的，但是我觉得 combo 上应该没有什么1个到3个有什么质变啊，所以问题应该也不是很大，就大概这样。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起灰器吧。就其实雷金在这段时间一直都有一些人在玩，就雷金体系，包括铁兽雷金啊，然后什么。上个月那个向日葵有玩那个叫什么优贝尔雷金，反正就是放招来神那种。雷金体系这个2开3其实还是不错的啦，就因为本身系统就是有在环境上稍微出现的关系，所以这个2开3就或多或少是有在加强的。就它本身强度够的话，加强就会有点意义，就这个解宽就会有点意义啦。所以之后可以再看一下，但我觉得目前应该不会因为这个2到3有什么质变啦，但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加强。就是我猜之后一样那种什么 DC 杯啊，或是你可能打 rating 都还是会有喜欢雷金的玩家在玩的。但如果你只是就是单纯看强度的话，就没什么必要，除非你是绝活哥。对，那这次进卡表大概就是这样，因为他没有进东西进去啊。我觉得理论上应该要进个什么东西进去的，比如说那个光道的那个 FTK 的鲨鱼之类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 ban， 就他这次完全没有进卡片，我不知道是怎样，就我不知道是还没有公布，还是他这个月就不打算进卡片。好，那就看他下个月整体的进卡表出来再说吧，对吧？如果下个月真的没有动进卡表的话，就看新卡咯。那如果新卡什么屁都没有的话，那就看下个月的进卡表咯。好吧，只有可能是这样啦，对，就这样吧，也说不了什么。那因为这个表实在是没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啦，我自己觉得。就当然开了，对某些牌组玩家来说还不错，但我觉得对就是一般的就什么都玩的那种玩家来说，就感觉影响不大。好不好？就不太影响环境的 ，OK。好，那进卡表的部分大概就这样吧。因为这个进卡表太短的关系，所以我应该明年会补录一个 T 表，好不好？就先这样。好，简单讲一下，就 T 表就天杯龙 S 没什么好说，然后零售因为吃天杯龙，而且在这个环境表现看起来不错，然后
在 rating 前10也都排的挺好的，所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。你给到 S 完全是值得的。就现在可能有点资讯差没那么足了，所以不好说有没有还在 S 不好说。但是我觉得以使用率来说，它完全是值得这环境的 S 了，以 rating 来说。然后优贝尔我自己玩起来觉得还是不错，但天地上没有那么多。然后速生使用的挺多的，主要抓灵兽很屌，然后仙弓也可以带一些陷阱，就打天贝龙也还可以。然后再来就那种60 GS 跟公道 FTK 就抓天贝龙的，这个也是玩的人挺多的，所以我觉得都值得排在 A 啦。然后阎王的话，其实卡主还是有点实力，但是玩的人越来越少，可能玩家被分化，就是被分出去，而且大家上个月 DC 他妈的阎王优贝玩那么多了，这个月我是觉得大家应该不太想玩了，好不好？那 B 的话给的是白银、烙印跟异世坏啊。白银的话，一样就是那种陷阱型的，蛮针对天杯龙的，这个环境也是有。然后烙印就一样，使用人数越来越少了，不过就绝猴哥在玩吧。然后异世坏就也是那刀还是有感的啦，玩的人也是变少，不过可能只是暂时消失而已，就大家不太想玩。对，那所以大概环境来说，做个总结就是 S 级的话，我会给到天杯龙跟灵兽，然后 A 级的话，这些卡组其实都也还蛮能打，但天杯龙的牌效确实很明显比其他多，但在环境内受到的针对还蛮重的吧。就跟我前几个影片讲的到的都一样，就是你玩天杯龙，你的胜率不一定是你玩这个，就是你的胜率不一定最高的。我觉得他牌组实力最强，但在环境内其实没有那么舒服。你玩其他的胜率搞不好还比较高一点。就现在天贝龙需要一个比他还强的牌组登陆 MD， 那比如说克魔之类的，就大家才会针对他，那天贝龙才会起来。就天贝龙需要的是当针对人的那一边，不是被针对的那一边。当他当了被针对的那一边的时候，这个卡组真的很坐牢，就是你排5把，你会遇到4把打你的，跟1把内战，然后拿到先手，你会想骂人，相信我。好，那对，因为现在排 rating 有一个基准，就大家全部都是以能赢天杯龙这件事情为基准去组牌，所以你只要打到 rating， 你不是打内战就是打针对你的，基本上是这样子。就没有什么人不是在针对你的。当然，天杯龙的实力就是，就算你针对我，我还是有机会赢，这是天杯龙的强处啦。但就人家都针对你了，说实话就还蛮容易输的，好不好？就比较痛苦的是这样，但我觉得他还是值得，就是这个环境的最顶端了。那零售就表现，说实话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好了。但最近感觉练的人越来越多，搞不好资讯差一下去之后，就没那么强了，也说不定。但我觉得以目前的表现来说，他还是值得 S 的。OK， 好，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频道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。觉得我做得不错的话，也可以加入会员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是 FCGRZ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